我现在面前的是苹果发布的两款全新的35瓦充电插头，卖点就是它是双 USB-C 接口的。我家撕膜，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其实体积就已经很小了。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紧凑型啊，看见它多小，是比刚才那个要小一些。左边这个是常规尺寸的，右边这个呢是紧凑型尺寸的，名字要区分开，一定不要买错。其中这款叫做35瓦双 USB-C 小型电源，记住这个小型，而这款则是35瓦双 USB-C 电源适配器。它们两个有什么明显的差别呢？首先，它是类似于趴着充电的，大家看它的插头是往这个方向掰的，然后它的方向呢是类似于立着充电。第二个区别呢，就是它们两个的双 USB-C 接口排列不同。电源适配器这款它是上下排列，而小型电源它是左右排列。我先给大家对比一下它们的体积，好让大家有个概念啊。首先，这款是35瓦小型，这个是35瓦，这款是苹果自家的20瓦充电器，然后这款是苹果自家的67瓦充电器，这是 MacBook Pro 标配的一个充电器，然后这一款是14寸 MacBook Pro 标配的一个充电器，它是96瓦的。今年配备 M2 芯片的 MacBook Air 可以选择通过加150块钱来选择这款，或者67瓦的这款啊。至于中间这个35瓦是需要单独购买的。我现在找出一个很普通的插排，对吧？当我把这个插排这么插进去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中间这个插头就不可用了。比如说你买的是35瓦双 USB-C 口的这个电源适配器，那么即使旁边插入一枚20瓦的插头，也可以非常轻松的排列在一起。所以这款适配器更适合插排使用，就可以和更多的其他插头和谐相处，可以更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插头。比如说你去香港旅行，那么你就可以把这个拔下来，然后更换一个英标的插头。苹果官网有一个专用的全球旅行套装，就是专门是更换这种插头的。如果你经常外出，尤其是在飞机或者高铁上使用充电，插头很多时候是在墙上或者在椅子上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是一个正常插座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有一些高铁啊，或者酒店或者飞机啊，他们缺少维护，那个插座会比较松，而电源适配器由于它在插上的时候，它的这个重心是向外的，所以更容易不稳定，进而掉落。因此，如果你的使用场景更多的是在高铁、飞机或者是墙上的插座，那么小型35瓦插头更适合你。而且这次35瓦插头呢，它两侧有这样一个凹槽，方便你这样握持的时候进行插拔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在路上使用插头更多，那你就选择小型；而酒店使用插头更多，你就选择适配器。这两枚35瓦双接口插头可以实现对 MacBook 最高33瓦充电，对 iPhone 可以实现你 iPhone 所能支持的最高功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我给它插头连接一个数据线，没有充电啊，没有充电，只是连接这个数据线。这个时候，它的电源就会重新分配下功率，在你同时连2根数据线的前提下，它的单口最高输出功率就变成了25瓦。当你2款设备同时接入充电的时候，这个插头会自动分配充电功率。如果我给我的手机充电，它会再次动态调整它的功率。现在给我的笔记本充电是16瓦。给我的手机充电是16瓦到17瓦之间。苹果的这个双接口插头是支持动态调节充电功率的，什么意思？比如说，当我的 iPhone 它的电量65%比较满的时候 ，iPhone 的充电功率是有一些下降的，从刚才的最高16瓦，现在降低到12瓦。这2款插头还有一个独占的技术，就是在接入新设备充电的时候，不需要2次握手。什么是2次握手？假设现在一台安卓手机，一台 iPhone。然后我现在给安卓手机开始充电，对吧？大家看，现在开始充电当中。然后比如说，我现在给它锁屏，它现在还在持续充电，对吧？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连接我的 iPhone， 大家注意 ，iPhone 充电的时候，它首先会断电，然后重新开始连接。如果我把这时候 iPhone 拔下来，它又会断电，然后再重新开始连接。这就是所谓的2次握手。我买过一台车载双接口的充电器，其中一个接口是连接华为车载智慧屏。那每次我要给我的手机进行第2个接口充电的时候呢，这个车载导航就会断电重启。如果你是在行驶的过程中正在导航，那副驾驶突然要充电，你的导航信息就会完全消失。
第二种情况就是在你连接入第二台设备之后，它会出现电池持续断开重连、持续断开重连这样的操作，而且这不是每次出现，它是一个概率出现。但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有好几次我出差的时候，晚上想着同时给手表和手机充电，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手表压根儿就没充进去电。这种情况出现几次之后，我就不再信任这个双接口的充电器了。现在很多时候我出差就用一个比较原始但是很简单的方法，就直接我使用 MacBook 接口作为充电器，虽然说麻烦一点，然后也不太好放在床头，但至少很稳定。苹果这2枚插头所搭载的新技术，就是无论你怎么连接都不会断开充电，从而实现无缝的体验。那苹果这次这枚插头我们也来试一下。好，现在开始给安卓进行充电了，持续充电中。这时候我给 iPhone 连接，看到了吗？它不会断电，它会一直保持充电状态，拔下来不会断电。这就是这一次苹果这个插头35瓦，它的2个插头的一个独占技术点。这回你明白这2枚插头都有哪些特点了吧？当然，它们俩的价格都不便宜，单独售价都是399。目前国产第三方，咱们就说大品牌，双 Type C 插头可能170块钱就能买到了，还是65瓦充电功率的。如果你不追求双口，你也可以花几十块钱就能买到一个单独的插头。但就像苹果产品长期以来的特点一样，你永远可以花便宜很多的价格去买到体验可能7成、8成这样的产品，但你想要花更低的价格，甚至同样的价格买同样体验的产品，你是买不到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预算和需求，合理的选择。以前我每次都觉得多带一个小设备，对吧？多带一个插头，应该不会增加很多重量。但后来发现，就是因为有这种心理，导致每次收拾行李的时候，都会有超多乱七八糟的小设备加进来，最后那个行李反而变得特别的沉。后来我总结经验啊，就是只要能不带的东西就坚决不带，能整合的就一定整合，这样你的包才能够真正的轻下来。